中国的社保基金真的要枯竭了吗？今天我们用官方公布的数据来探究一下真相。官方人社部刚刚公布了3个数据，确实是触目惊心。第一个，在过去的18个月，已经超过1100万年轻人断缴社保。与此同时，65岁要领养老金的人数已经突破了2.8亿。第3个数据更大，现在社保养老金的缺口已经高达1万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扩大。如果照这个趋势，那现在的80后、90后还能领到养老金吗？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5号。只要一提这养老金没有不关注的。首先呢，我想问你3个问题。第一个，以你现在的经济实力，你在养老的时候是否属于孤寡老人，或者说是独居老人？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独居老人吗？第二个问题，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去年的数据，有13个省在去年居然敢挪用社保基金，既有医保的钱，又有养老金的钱，他们拿去干什么了？去做3保。这3保里边有没有保你？第3个问题，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有2800万老人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那这样的悲剧有没有可能在中国重演？这3个问题的答案你看完节目自然就得出来了。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和全球其他国家不一样。简而言之它叫做代际赡养。按照财务上呢，它就属于叫现收现付，就是现在年轻人交的养老金马上就发给了正在领养老金的人。你可以理解为这种制度如果在经济蓬勃发展，或者说人口越生越多的时候，那绝对爽的不行。因为什么？养老金交池的人越来越多，那领的人也是每年往上涨但是有一条，这种方式的弊端非常明显。那如果说你整体经济疲软一衰退可能就是30-50年，那人口断崖式的下跌，那这时候谁最操心呢？领养老金的人越来越多，而交的人越来越少，而2025年现在就是这个趋势。通常人们讲这怕什么呢？首先说养老池子这国家管，然后各省也管。我明确跟你说首先是省里来管，各省的医保资金和养老金的资金它是一个独立的池子。全国也有个大池子叫全国社保基金，但那个不是给你的，那是救急用的。你真正用的仍然是你所在省所在市的那个池子。这个大家明白了吗？好，我们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吧。这是中国网的报道根据人社部2025年6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全国社保缴纳人数首次出现连续3个季度下滑，降幅达将近 3%。超过1100万年轻人在过去的18个月内主动退出社保体系。18个月1100万人不交社保了，这个趋势还在扩大。那与此同时呢，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 2.8亿，占总人口比例高达 20.1%。5个中国人有1个是65岁以上的领养老金的。养老金收支差额2024年已达9800亿元，预计2025年首次突破万亿大关。现在池子实际上已经崩了。当然了，官方它不用崩这个词儿，它叫什么呢？叫资金缺口，但意思不是一回事吗？那现在官方是怎么应对的呢？我们来看，在这儿他讲到了2个年轻人，他为什么断交社保呢？我们看一个人是怎么回答的
有一位小李先生，他是90后的程序员，他说我每月收入是5000块钱，缴完五险一金只剩3000出头，这钱连房租都不够。然后呢，他和他许多同事选择了灵活就业，通过自由职业者身份获得收入，规避高额社保交费。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一季度数据，在一线城市工作的25至35岁人群中，有将近18%的人选择不再参与社保体系，这一比例在2020年仅为4.3%。年轻人退场的速度令人震惊。这年轻人啊，是真不想交了。他难道不想要养老的时候有钱吗？他发现啊，我现在先活着吧，3000块钱连租金都不够。同时啊，又采访了另外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他是怎么说的？这个收入要高一些哈。一名月薪1万元的程序员，他每月交纳社保和公积金约3500元，加上个人所得税，实际到手工资仅为6000元左右，也就是1万里边到手只有6000块钱。但是面对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年轻人不得不寻求更灵活的工作和收入方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4年末发布的调查显示，超过65%的城市就业人口认为当前社保缴费比例过高，与实际收入严重不匹配。大家呀，普通人都觉得太高了，还不如现在花在手里啊，安心。那正好呢，我跟您说一下，既然这投入的人越来越少，社保说到底不就是个池子吗？你所在省的那个池子呀，都一样，投入少了，领的人多了，那当局怎么解决呢？很简单哈，我们看一下数据，这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障实验室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25》。昨天我节目发布的是2019年的，现在是最新的报告。我们看一下啊，资金池子的枯竭提前了3年。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中国养老金储备将在2032年，也就是7年后耗尽，比2020年预测的2035年提前了3年。人口老龄化速度之快，社保缴费人数增长之慢，形成了剪刀差。截至2025年6月，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抚养比例已达2.1:1，意味着有2.1名在职人员支撑1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支出。接下来啊，有可能会到1:1。我们看新的数据，在这儿呢，有一些所谓专家呀，看到这种严峻的趋势啊，就出来维稳。他就说了，这老年人啊，你身体还棒棒着呢，既然说养老金没有那么多，资金缺口越来越大，那就是延迟退休。当然了，他还告诉你可以搞点副业。你想想，他提的这个副业，我感觉是在天上飞着呢。他是这么提出来的啊。现在的年轻，这是华中科技大学养老金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教授提议，年轻人应当理性看待社保的缴费，尽可能保持连续缴费记录，同时积极参与商业保险，形成多层次养老保障。他的意思说，你有钱以后啊，你别光指望这个国家管你，你自己掏钱买商业保险，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用你说嘛，对吧？他后来又提到说，会增加老年啊房租收入啊，你可以摆个摊儿，增加什么资本金收入。有的人的命已经剩半条了，长期有病，你让他摆摊那是不可能的，只能早死。好，我们再来看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哈。国家统计局2025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独居老人数量已达4800万人，占老年总人口的17%。城市空巢家庭占比高达57%，社会化养老服务也在增长。当然了，你要清楚啊，现在已经将近有4800万老人啊，就一个人丧偶的啊，也可能终身就是这个不婚主义者，这是很危险的呀。您明白，七老八十了，稍微有个病，高血压，突然洗澡的时候躺在地上，那水啊就可能整个把那房淹了，人啊就可能会被烫伤。张爱玲实际上就是这么没的。当然了，还有这个有一些国内的悲剧啊，都是因为老人
糊涂了，他忘了关那个煤气罐了，最后火灾把人都烧了，说明什么？独居是很危险的。大家谁不知道独居又尴尬又生活不能自理，还没人给送菜呢？没办法，因为养老金无法支付商业养老院的支出。那你老的时候会不会是独居或者是空巢老人呢？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进行的城镇居民家庭财务调查，76.3%的受访者家庭将养老金积累不足列为最主要的财务风险，超过了房贷压力和子女教育支出。平均而言，一位城市老人每月支出包含生活费、医疗费等约为5200元，而目前全国城镇养老保险金平均水平仅为3500元，缺口明显。这话说得很清楚，就是一般老人多多少少你都有点病，生活费再吃，平均得花多少钱啊？5500才能维持一个正常的。但现在城镇老人那个农村的先不说，就是光城镇的平均只能拿到3500，那不够啊，那只能吃馒头了，吃肉一个月也许只能改善个1-2次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既然说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那问题严重在哪儿呢？第二个是触目惊心的，既然说每省有个池子，它不是按人头来发的，这个就涉及了中国双轨制了。根据数据统计呢，如果你是体制内的公务员，你退休以后，你领的养老金呢，是相当于你退休前收的80%左右，各省有高有低。假设吧，他一个月挣1万块钱，退休以后他能得到8000左右，8000就能收入相当棒了。如果夫妻俩的话，那1万多绝对少的不行。但是你也别忘了，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你就平均领到3000多，也就是说这池子里的水将近大多数并没有受惠于普通民众，而体制内、国企、事业单位退休的他们一个月挣1万多，夫妻俩他就是稳稳1万多。在国内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你看，原来老干部出身已经是80多岁了，孙子没工作，硕士毕业也没工作，儿子也没工作，全家可能5-6口就指望着老爷子长命百岁，只要你活着，每个月账上啪进1万多块钱，那多爽一家人都过日子了。实际上这是严重不正常的哈。另外还要提到，中国有几亿的农民他每月只能领到50块钱、80块钱、100多块钱，这种事儿呢是比比皆是。所以说这个是更大的不公平。那我们再说第三个有许多年轻人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盼，这也是普通民众短视所在，也是淳朴所在。他说养老金这是重要的民生话题，那政府终究他要进行统筹的。当然了，统筹手里他得有钱呢，他本身各地都缺钱，无论是地方债、卖地收入还是这个房地产的窟窿，那个都不够的时候，拿啥统筹？现在关于统筹，我告诉你一个真相。2024年全国社保基金财政补贴达2.35万亿元，占基金总收入的1/4了。这是一年部分地区如天津、河北已严重依赖中央调剂金维持发放。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广东、浙江、上海等经济强省市资金较为充足，大量补贴东北、华北多省，现在形成了叫南金北调，维持运转。广东稍微有点钱，他那池子里的水相对养广东够，上海、浙江也够。但是你别忘了，只要中央政府一统筹，他就把你的水抽出去注入到东北、辽宁吉林内蒙河北山河4省他就注过去了。你广东有意见，你敢提吗？你根本不敢提省委书记还敢不敢干了，对吧？那我们再看接下来的话题是，既然说全国一盘棋已经很严峻了，那总有一个解决办法嘛。很简单，
只要是个统治者啊，他自然就想到了延迟退休。既然池子的水越来越少，那你先晚领，然后呢，你继续往里边住，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一个契约精神的事儿。现在领养老金的人，包括即将领养老金的70后、80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的养老规划是60岁退休的规划。你现在让他65左右退休，他那个钱能不能攒够？再者说，有很多人讲自己的身体啊，可能撑不了几年，有这种情况就是一退休治几年病啊，这人嘎嘣就没了啊，这国家也就赚了。也许他们乐于见到这种情况。那这又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是一个政治伦理的事儿。因为这些人年轻，你告诉他们60退休，你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而现在呢，各地社保池子，包括中央政府社保池子，你都吃紧，这个责任你不能让现在的老人来承担，这个在政治伦理上是不对的。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数据。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方案明确，80后男性退休年龄或延迟至63岁，女性统一至58岁，缴费年限由15年最低逐步增加到20年最低。这些时候啊，有些所谓的专家就出来进一步维稳，他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啊，现在官方专家的消息是说，养老金不会短期内耗尽的，因为啊，现在保基本成为了常态。它这是一种官方表态。他提到3个方法啊，第一个呢叫财政托底。社会保险法规定，基金支付不足时有财政补贴。2025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养老金补贴超过6000亿元。这句话呀，你要是往深里一琢磨啊，你会发现不对。确实，社会保险法规定了，不足的时候补贴，谁补贴？一个是你各省补自己的池子，你中央政府啊补全国的池子，你得有钱呀。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他提到了全国统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实现全国一盘棋，2024年累计结余5.6万亿元，短期内无缺口风险。这个数据不准确，实际上2024年的缺口已经超过了1万亿了。国内专家有时候睁眼说瞎话的功夫，你一般人比不了。那第3个，他提到了国资划转，这就更是镜中月水中花了。国有资本划拨社保资金超6000亿元，未来比例或提升至20%。你这个东西啊，现在国企连中石油、中石化啊都亏损，有些银行呢也赚钱，有这钱干嘛去了？他搞3保去了。一会儿我告诉你啥叫3保，你在不在3保里？在这儿呢，他提到了增加多元化收入，主要是副业，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样啊。全国专家，我估计他拿了个底稿。这个副业呢，是包括房租收入，你开公司有股权分红，还有被动收入，这不纯粹放屁吗？50、60岁，他要当老板，他就是当老板，他要打一辈子工，你让他增加分红收入啊，让他开公司嘛，那直接不是全赔了吗？我感觉专家有了一定程度，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类了啊，简直跟兽差不多。再往下讲。那就是大家最关注的，既然这池子里的钱这么紧张，交的人越来越少，领的人越来越多，可得保护好啊。但是你错了，在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最新报告，去年啊有多达13个省，甚至是20多个省啊挪用，这里边既有医保的资金的钱，又有这个养老金的钱，因为社保那包含什么失业啊，但大头仍然是养老和医疗。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称，其中指出了多项养老金、医疗金、国补等民生关注资金的使用被挪用，其中13省挪用养老金超400亿元，有人伪造材料提前退休。报告指出，414.08亿元养老金被挤占挪用或骗取套取，13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等挪用于3保支出，偿还政府债务。怎么样？啥叫3保？一会儿我告诉你啊。第二，报道还指出，
25个省份的2.8万名职工通过虚假病历或篡改档案提前退休等方式违规领取养老待遇5.9亿元。如山西蒲县疾控中心一职工的人事档案有14处涂改，1岁工作，22岁退休，仍层层通过审批后退休，一边领取养老金累计69万元，一边又在新单位工作取酬。这玩意儿，你中国的数据库大数据怎么整的呢？他一边上了班赚着钱，另外的档案里呢，他居然1岁工作，现在开始领养老金呢。一个身份证号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这不也奇葩吗？当然了，你看到啊，13个省，这是审计署查出来的，也有些省份人家的财务手法非常专业，他审计署他没查出来，我想绝不仅仅是13个省。另外他提到25个省份的2.83万名职工的通过虚假材料，23个省啊，这已经有普遍性了，50个省啊已经接近一半了。那我们再来看啊，他这个3保我给你解释一下啊。第一，保工资；第二，保运转；第三，保民生。我必须把他这个遮羞布啊给你歘扯了。这里边的3保其实就保一个，就是保工资，而这个工资它主要是什么呀？在编体制内的工资。至于说第二讲的什么保运转一回事，你没钱能运转啥呢？监控摄像头能断电吗？不能吧。第三个说保民生，这个就是扯淡了。养老金本身就是民生，你拿了养老金发工资了，那民生不纯粹就是凑数吗？3保实际上它就是2保，那你在不在这3保里呢？对吧？我们再往下，这个除了这挪用的啊，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他提到了山东曲阜、邹平等地新建的机井和泵站部分设施建成后根本无法使用，而这部分钱还有一些被挪用，用于造形象工程和造盆景。你看，这都是养老钱，拿去干嘛了？建了那些基础设施，而这个东西啊，它根本投入了没使用，飘了，直接就打水漂了。最后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俄罗斯现在老人有多惨。我们看一下最新数据。自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实际上就是入侵以来，俄罗斯的养老问题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为了补贴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俄罗斯的养老金已被克扣了8年，到2021年，人均每月养老金显示为17536卢布，当年约合人民币1525元，如今只值876元，直接打了一折，打了个5折，说明什么？卢布贬值了，但物价呢却在飞涨。所以说啊，现在俄罗斯有将近3000万的老人养老金啊无法维持生活。我们看详细数据报告。因为在2018年啊，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疫情，也没有这个特别军事行动，那时候养老金俄罗斯就已经出问题了。说到底，前苏联的问题，俄罗斯一样没落，那就是什么呀？养老金啊严重不够花，跟中国啊差不多。2018年圣诞节，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一位老人扛着一袋土豆，这是一个记者就问他说：“你觉得这圣诞树怎么样？”这老人怎么说的啊？老人转身对着镜头，这就是一顿狂喷。我每个月1万卢布养老金，相当于人民币1052元，还有2个高等学历，每个月光水电费、煤气就要5000卢布，饭都吃不起了。你还问我圣诞树怎么样？后来呢，别人就问他啊，说你真实情况怎么样？他提到了，因为油价上涨了40卢布，我去超市只能买最便宜的菜和粮食。而且呢，本想要去什么劳动局找份工作，但是呢，劳动局把他轰出来了，说现在俄罗斯连30岁的人都找不到工作，你70多岁还想找吗？这个眼不眼熟啊？我们再往下看哈，如今3年过去了，当初这位老人每月1
万卢布现在只值515人民币了，相当于他们的生活如何维系？而3200万俄罗斯老人65岁以上的共同困境，现在无法度日。但情况可能会更糟，就这个微薄的养老金呢，也不一定落到老人的口袋里。现在俄罗斯又打上主意了，他也玩延迟退休。但是他刚把这政策发出来以后，俄罗斯有数万老人走上街头，他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们希望靠养老金生活，而不是死在工作岗位上。因为有些人他撑不到退休那一天根据2018年4月的报告，俄罗斯退休人员只能领到养老金的30%，这一数据将进一步下降。说给你1万块钱，真正到手也许只有1/3。即便普京也说，10年后俄罗斯的退休人员和在职人员将持平，若不改革，养老储备将破产，老人将成为穷人。然后呢，国家既然指望不上呢，这些人只能靠自己，现在是活到老干到死。自从养老金并明目张胆的挪用后，一部分养老人无奈的自嘲，我们无法活到领取养老金的那一天。按照人均寿命，17%的男性和10%的女性无法活到退休金的那一天。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刚才我们已经罗列的这些池子里的钱，交费的人数削减，领取的人的增加，包括全国的调剂你也指望不上。那这个事儿终究有解决嘛？那我发表一下我个人观点首先呢，你要明白这一天是怎么来的，是因为瞎折腾，经济政策不行，失业率高，所以才没人交这个社保。而这个板子你必然得打在老习和他所在的团伙身上，至少在胡温时期还没出现这种情况，对吧？这是一个责任认定的事儿。第二个呢，你也提到了现在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可能改变呢？我认为看不到希望。因为说句实话你必须得明白现在的统治阶层他的眼里养老医疗它到底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如果说我们来给你排序的话，现在的当局最关注的第一，那应该是什么呀？公务员的工资，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排在所有人之上。因为如果说没有自己这些子弟兵和班底，这个天下也就终结了。那第二，既然党员公务员要维持薪水，第二呢就是刀把子必须要锋利，监控系统摄像头会依然升级，大数据会依然升级。现在很多翻墙的梯子被砸掉原来很多黑粉在我这留言喷，现在不喷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梯子被当局砸掉了而这些呢会进一步加强。第三个是什么？军力。你既然想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甚至呢同时也对国内民众形成一种威慑，这个军力包括核武器什么航母会继续建，继续维持，这个都是推金兽。第四个我认为是还能排到呢就是外交。外交上还想当大哥或者是当区域大哥这个钱会继续撒币。剩下了那除了这4项才可能排到什么我说的是削减的钱不够的时候削减的是科技、文化、环保、健康，当然也包括养老金和医疗。现在他们就默许不要研究什么新药了，再研究新药干啥呢？如果养老这帮人一退休继续活个10年20年，这池子不是抽干更快吗？最好呢一退休嘎嘣得病，这人没了，这池子的水还能多放一段时间。听起来呢有些残酷，甚至有些黑暗，但我想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考虑的。因为在疫情期间有大量的老人，他就是医疗挤兑没有床位，没床位走了。你看很多当地人觉得这养老金压力确实降低了。因为3年疫情期间至少有600万老人是非正常在新冠期间死亡的。最后了，也是一个灵魂拷问，这种事儿有解吗？实际上
有解，那就是这个体制要是继续存在下去，这个麻烦啊就解决不了。因为中国已经不是那种头痛脚痛医脚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个系统的问题，包括养老金的亏空卖地收入下降，包括各地的竭泽而渔这个抓捕企业家，像这种事儿它只能越来越强，这也是一个王朝统治后期必然的景象，而老百姓却要再进一步隐忍。那唯一改变呢，只能是翻盘，但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做好为翻盘而支付代价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的。你不满意，你想改变，但你想为这个改变付出代价了吗？代价就不用我说了，大家心里有数。好，今天这个话题比较沉重但是大卫这小节目不造谣，告诉你中共过2天要崩了，马上政变了，这不是给自己喂鸦片吗？如果你想听真话，欢迎订阅大卫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并且请打开我的小铃铛，我明儿一更新您叮铃就收到了。咱们明天见。